全球末世降临，一瓶矿泉水价值10亿，所有人却都抢着要。一个面包当彩礼，女神直接求着嫁。只因全球浓雾吞噬，所有动植物都产生变异，所有水和食物都遭到污染。就在所有人都在寻求物资的时候，你却在宿舍拿矿泉水洗澡用。只因你觉醒了无限物资系统，每天拥有10万矿泉水和方便面，并且激活女神链接系统。只要成功链接一位符合系统评分的女神，即可获得一种全新的物资。而为了能解锁更多物资，当即你打开手机，在学校群里发布招募信息，本人手中有瓶装矿泉水、方便面可以分享，仅限女生。私聊发照片，随机附上一张矿泉水和方便面的照片，一瞬间群消息就炸了。骗子吧，这个时候想骗女生加你，恶心。如果你真的有食物和水，请分给大家一点吧，求求你了。都什么时候了还搞性别歧视，男生就不是人吗？伴随着质疑和谩骂声，手机的私聊提示音如同催命符一般疯狂地响了起来，一个个女性头像争先恐后的弹出。你淡定的逐一回复，发一张全身近照给我，并且提醒这是我的规矩。片刻后，一张张女生照片发到你的手机上。姓名张倩，年龄21岁，颜值56，身材81，品德 A， 链接次数3，评价不符合女神标准。姓名李娜，年龄22岁，颜值82，身材85，妇德 C， 链接次数21，评价不符合女神标准。一连10几个照片，没想到一个符合条件的都没有。又经过半小时的审查后，终于你的指尖定格在一个名叫柳如烟的女生上。同学，你真的有食物和水吗？我需要。你只敲击屏幕，依旧是那句冷硬的标准回复，发一张全身近照给我。另一边的女生宿舍楼，柳如烟看着手机屏幕上那句发全身近照，白皙的脸颊瞬间涨红。她的2个室友脸色苍白，眼神空洞，他们已经2天没有像样的食物和水了。怎么样？他肯给吗？一个室友声音嘶哑地问，充满了最后一丝希望。柳如烟咬紧了下唇，犹豫了很久，拍下一张全身照，将照片发送了过去。你眼前一亮，柳如烟，学校公认的校花。扫描完成，符合女神判定标准。姓名柳如烟，年龄20岁，颜值98，身材62，品德 S 加，评价目标颜值评分超过95分，符合女神标准。链接后可获得每日10万单位固定物资奖励，并每日可获得1枚异能果实。你的心脏猛地一跳，一股难以言喻的狂喜涌上心头。第一个被系统判定为女神的目标出现了，只要成功链接柳如烟，就能再次获得新的10万每日物资奖励和每日1枚异能果实，这简直是完美的开局。异能果实吃了就能获得异能吧？你深吸一口气，压下激动，立刻切换到与柳如烟的私聊界面。你的条件符合我的要求，你现在安全吗？我现在在男生宿舍 C 栋606室，到我这里来，我保证你有充足的食物和水，并且会保护你的安全。柳如烟看着手机屏幕上你接连发来的消息，心脏剧烈的跳动起来。柳如烟下意识的想要拒绝，可肚子传来的剧烈饥饿感让她犹豫不决。就在这时，窗外变异植物已经爬到了4楼，藤蔓如同活物，一瞬间将宿舍中的一人拉了出去。柳如烟瞳孔骤缩，留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不能再犹豫了。于是深吸一口气，迅速在手机上回复你可以过来接我吗？不行。那好吧，我现在过去找你。你看着屏幕上与柳如烟的对话，让你去女生宿舍接柳如烟肯定是不可能的，现在外面这么危险，但好在2个宿舍距离不是很远。你一边看着窗外，一边用手机提醒柳如烟潜在的危险。终于在10分钟后，柳如烟一身伤痕的来到宿舍门外。浑身是伤的柳如烟缓缓地敲了敲门，空荡荡的楼道回荡着几声敲门声。楼道里几扇宿舍门突然打开了，几个面色憔悴、眼神带着警惕与贪婪的男生探出头来，他们目光落在衣衫破烂的柳如烟身上，瞬间升起一股漠视下对异性的原始欲望。哪来的妞？一个男生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语气轻佻：小妹妹，跑这么急干嘛？哥哥这里有吃的。另一个男生试图靠近，柳如烟吓得后退一步，接着疯狂敲击你的宿舍门。就在这时，滚开！一道声音从楼道中间传来，你手里拎着金属棒球棍，眼神平静地扫过那几个男生。几个男生看到你手持凶器，眼神不善，都识趣地缩了回去。其中一个似乎想说什么，但接触到你那毫无感情的目光，还是把话咽了回去。你不再理会他们，目光转向柳如烟，是我，樱桃。随后没有多余的废话，一把抓住柳如烟的手臂，将她拉进了606宿舍。随后宿舍门被重重关上。做完这一切，你这才转过身，看向眼前瑟瑟发抖的女孩，内心难以掩藏的激动。第一个女神到手了。柳如烟浑身湿透，身体还在不受控制的微微颤抖。安全了吗？她抬起头看向眼前的男生，但下一秒，她的目光越过你的肩膀，下意识地扫过宿舍内部，接着被堆放满满的矿泉水和方便面惊住。水、食物，柳如烟的瞳孔猛地放大。2天了，她已经整整2天没有见过这么多、这么干净的食物和水了。你将她的反应尽收眼底，嘴角勾起一抹微不可察的弧度。你没有询问她的伤势，先吃点东西，冷静一下。你语气淡漠，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说完，你拿了一瓶矿泉水和方便面，递到她面前。柳如烟看着眼前的食物和水，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她颤抖着伸出手，甚至顾不上客气，仰头就灌了好几口水。接着她又迫
迫不及待地撕开方便面，大口大口地咀嚼起来。等柳如烟稍微平复了一些，你才再次开口，语气依旧平淡：“去洗澡吧。”柳如烟的动作猛地一僵，抬起头，她看向你，眼中刚刚褪去的恐惧再次浮现。她不是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她知道接下来自己要付出什么。可是都停水了。她的声音细弱文锐，带着最后的挣扎。你一步上前，快得让柳如烟来不及反应。怎么？不愿意？你的声音很轻，却像冰锥刺入她的耳膜。虚辱、绝望，种种情绪在她心中翻涌。她想反抗，可是难道要继续出去面对那些怪物吗？到了这里，你该想到的。你的声音再次响起。她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后，缓缓地走向了宿舍自带的卫生间。你也慢慢地跟着走进去。接着在柳如烟的震惊下，手指一动，十几箱矿泉水凭空地出现在卫生间里。她瞪大了眼睛，瞳孔因为极度的震惊而放大，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超自然的一幕。她能囤积物资，这里的水够你洗很久。你的声音打破平静，没有任何解释的意思。柳如烟缓缓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然后她拧开更多的矿泉水瓶，开始冲洗身体。十几分钟后，柳如烟终于走出了卫生间。你一步步走向她，带着无形的压迫感。在柳如烟惊愕又带着一丝恐惧的目光中，你手臂一揽，直接将她拦腰抱了起来，转身走向宿舍里那张看起来还算整洁的床铺。从现在起，你属于我了。此时的柳如烟紧紧闭上了眼睛。经过无聊的几分钟，检测到宿主与符合标准的女神目标，柳如烟已建立深度链接关系，链接成功，每日奖励升级。当前每日奖励10万瓶矿泉水、10万包方便面、10万只刚出炉的烤鸭、1枚异能果实体质强化 LV1。你的意识扫过系统空间，10万只烤鸭，浓郁的肉香直冲你的鼻腔。异能果实 LV1 体质强化，服用后可全方位提升身体素质，包括力量、速度、耐力、反应能力、恢复能力等。具体提升幅度因个体差异而已。你的心脏不受控制的加速跳动了几下。力量，这正是末世下你最需要的东西。你没有丝毫犹豫，将果实凑到嘴边，直接咬了下去。下一秒，一股难以言喻的暖流猛地从腹中升起，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涌向四肢百骸。随后全身都透着一股舒服，一种不下于柳如烟的舒畅感传遍全身。此时的你清晰地感觉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感在涌遍全身。你再次将目光投向床上熟睡的柳如烟，随后回到床上，将女孩柔软的身体揽入怀中。睡梦中再次听到柳如烟的呢喃：“哥哥，我真的受不了了。”第二天，柳如烟动了动酸软的身体，看到你已经起来了，昨晚的记忆如同潮水般涌来，让她脸颊瞬间绯红。饿了吧？你笑了笑，随后心念一动，两只油光锃亮、散发着浓郁香气的烤鸭凭空出现。柳如烟的目光瞬间被烤鸭吸引，她已经不记得自己多久没闻到过如此诱人的肉香了。柳如烟再也忍不住，一边满嘴流油，一边低声啜泣起来：“太好吃了，这是她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烤鸭。”你看着她，声音平静：“跟着我，作为我的女人，就算是在末世，你也会活得很好。”柳如烟用力的点了点头，她知道自己赌对了，眼前这个男人给了她足够的安全感。接下来的几天，你依旧在各个群里发消息，更是加了一些明目张胆的要求，比如听话干净，但却再没有女神出现。而柳如烟渐渐的也习惯了这里，每天会将宿舍收拾干干净净。而你这几天每天1枚体质果实，异能体质强化也达到了 LV2级。此时5楼的一个宿舍里，几个男生围坐在一起，楼上那个606的樱桃，老子敢肯定，他绝对藏了大量的食物。李虎的目光扫过宿舍内的其他几人，这几天你们没闻到吗？天天都有方便面味从上面飘下来。另一个一直沉默着的男生张伟突然开口：“这几天我好像听到有女人的声音从他宿舍传出来，断断续续的。”张伟是美术系的，和柳如烟同系。末世之前，他是柳如烟最疯狂的追求者，尤其是这几天楼上传来的断断续续的女人声，那声音越听越让他觉得熟悉，太像柳如烟了。女人？其他3人几乎同时惊呼出声：“卧槽！我说那小子怎么跟个乌龟一样，天天缩在宿舍里，原来是金屋藏娇啊！”李虎咧开嘴，露出泛黄的牙齿，嘿嘿一笑：“怪不得他只要女的去投靠，还要先看照片，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畜生！”王浩看向天花板的目光瞬间充满了赤裸裸的嫉妒。我们去找他，让他把吃的交出来。还有那个女人。张伟听着他们越来越污秽的言语，脸色铁青。那个女人很可能就是柳如烟。李虎、王浩同时失声惊呼：“柳如烟！校花！”此时的你正靠在床头，享受着柳如烟笨拙又认真的按摩。这几天的滋养，她原本有些苍白的脸色恢复了红润。另一边的女生宿舍楼，骆小星已经超过24小时没有正经吃过东西了。小星，你还好吧？一个略显尖细的声音响起，是梦婷。她相貌平平，身材也属于丢进人堆就找不到的类型。我没事。骆小星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怎么可能没事？我们都快饿死了。另一个女生赵倩接话，她的语气带着明显的不耐烦。他们俩的颜值和身材，在末世前也只能算中等偏上，远未达到你那苛刻的标准，这一点他们自己心知肚明。梦婷的目光在骆小星身上打了个转，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金光。她清了清嗓子，故作轻松的开口：“小星啊，你还记得之前樱桃在群里发的消息吗？”骆小星茫然的抬起头，樱桃，她当然记得。对啊，梦婷的语气兴奋起来，樱桃那里有好多好吃的，还有干净的水，而且很安全。赵倩也凑了过来，一唱一和：“是啊是啊，小星
心，你想想，热乎乎的泡面，香喷喷的烤肠，我们都多久没尝过肉味了？食物的诱惑像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揪住了骆小星的心。可是骆小星有些犹豫，小声说道：“樱桃的条件不是很奇怪吗？还要发全身照片审核。”一想到要把自己的照片发给一个完全陌生的男生评头论足，他就感到一阵莫名的羞耻与不安。哎呀，小星，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乎这些？孟婷立刻打断他，语气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照片而已嘛，能换来食物和安全。”赵倩连连点头补充道：“对，干净听话的女生，这不就是说人品好、懂事不添乱的吗？樱桃学长那是强大，有能力保护女生。”骆小星咬着下唇，但直觉告诉他，事情没有他们说的那么简单。可如果这真的是唯一的生路呢？骆小星深吸一口气，他的声音细弱文锐，带着难以察觉的哭腔：“那好吧，我试试。”随后，骆小星将一张照片发了过去。而此时的男生宿舍，李虎悄悄将你藏有食物和女人的消息散了出去。几十个男生挤在一起，恶狠狠地堵在了606宿舍的门口。李虎率先叫喊：“樱桃，你给老子滚出来！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小子在里面藏了多少好东西，赶紧把吃的喝的都交出来！”你站在门后，透过猫眼将外面的一切尽收眼底。外面大概有20-30人，你的眼神没有丝毫波澜，反而变得如同寒潭般幽深冷静。柳如烟被外面的叫喊声吓得瑟瑟发抖，你目光平静地看着女孩苍白惊恐的脸，心念一动，一只依旧冒着热气的烤鸭出现在手中。先吃点东西。你的语气平静的可怕，甚至带着一丝漫不经心，与门外震耳欲聋的砸门声和叫骂声形成了诡异的对比。随后你缓缓地走出宿舍，外面的喧嚣和撞击声戛然而止。你随意地拎着那根金属棒球棍，李虎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开门搞得一愣，但看到你孤身一人，又瞥见你身后那若隐若现的物资和女人身影，胆气瞬间又壮了起来。兄弟们，给我上，弄死他！你嘴角微微一笑 ，LV2 体质强化带来的恐怖力量瞬间流遍全身，杀戮要开始了。此时原本喧嚣的606宿舍门口已经横七竖八地倒下了5-6个人。记住，以后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靠近606半步，否则他们的下场你们也看到了。剩下的几个男生连连点头，所有人已经没有任何反抗的意志。柳如烟一直站在606宿舍看着你，哥哥，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吧。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爱慕。如烟，你突然开口，你在学校的女生里人缘怎么样？你盯着柳如烟的脸缓缓问道。柳如烟愣了一下，不明白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但还是小声回答：还好吧，认识的人挺多的，作为校花，她自然是焦点。无论走到哪里都不缺关注，很好。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利用你在女生中的影响力，在学校的各个女生群里发布消息。柳如烟心猛地一紧，隐隐猜到了什么。你继续说道，告诉他们，男生宿舍 C 栋606有充足的食物和水，我可以为他们提供庇护，招募愿意来投靠的女生。柳如烟的呼吸有些急促，她看着你眼神复杂，但是你话锋一转，想要得到我的庇护，必须满足我的条件。第一，必须是干净的女生；第二，必须绝对听话；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想来的人必须先发全身近照给我审核。柳如烟的脸色微微发白，她明白干净和听话的含义，也明白审核的真正目的。樱桃这是要招募更多的女人，像她一样的女人。一丝难言的酸涩和不安在她心头蔓延，她知道自己没有拒绝的资格。还有一点，樱桃的体力太好了，尤其是这2天，哪怕她手口并用，也已经开始招架不住了。柳如烟深吸一口气，低下了头。我知道了，我会照你说的做。她的声音很轻，语气带着绝对的顺从。随后便在几个女生群里发出了消息。与此同时，图书馆的某个隐蔽角落，17、8个学生组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收集了大量书籍充当燃料和防御工事，依靠仅存的几包零食苦苦支撑。教师宿舍楼，几个女老师用椅子堵死了楼道口。其中一个女老师对身边的一个漂亮女老师说，要不我们试试联系那个樱桃。柳如烟都去了，说不定真的。而此时你的手机已经疯狂的响起，柳如烟正一个一个点开女生发来的照片。姓名孙小梅，年龄22岁，职业大学生，外语系，颜值75，身材78，妇德 B 9至10个，评价不符合女神标准，链接后不可获得物资奖励。你的眉头都没有皱一下。下一个，柳如烟低下头，默默将那个女生拉黑。她知道你的决定不容更改。姓名李妹，年龄22岁，职业大学生，金融系，颜值87，身材91，妇德 D 100加，评价不符合女神标准，链接后不可获得物资奖励。你的眉头机不可查地皱了一下，这个直接拉黑。你的语气带着一丝厌恶，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柳如烟动作不慢。扫描完成，检测到目标个体，符合女神判定标准。机械的系统提示音，此刻在你听来却犹如天籁。姓名骆小星，年龄19岁，职业大学生，舞蹈系，颜值88，身材88，妇德 S 加，天性纯良，心地善良，犹如一张白纸，未曾经历世事险恶，对爱情抱有美好憧憬，极易对施以援手之人产生深度依赖与信任。评价目标颜值和身材评分超过80分，符合女神标准。链接后可获得每日10万单位固定物资奖励，并每日可获得1枚异能果实。颜值88，身材88，双向达标，妇德也是 S 加，完美。你看着骆小星的照片，嘴角缓缓勾
勾起一抹极具侵略性的弧度。第二个，这绝对是第二个符合标准的女神，这意味着每日的物资奖励将会翻倍。你看向一旁安静等待的柳如烟，这个骆小新，你回复她，让她现在就过来，问清楚她现在具体在哪个宿舍楼，让她做好准备，我会指引她过来的路线。柳如烟很快在手机上向骆小新发过去消息：你好，骆小新同学，我是柳如烟，你现在方便过来男生宿舍 C 栋606吗？另一边，女生宿舍楼 C 栋502室，时间1分1秒的过去，每一秒对骆小新而言都像是漫长的煎熬。突然，骆小新的手机屏幕亮起，看到柳如烟的回复，她的心里咯噔一下，紧随而来的却是更深的恐惧与不安。她被选中了，她下意识地看向身旁的梦婷和赵倩，两个闺蜜眼中闪烁着难以掩饰的兴奋光芒。梦婷立刻凑了过来，声音带着刻意的雀跃：小新，你看，她同意了，我就说嘛，小新你这么可爱，她肯定会看上你。她的语气仿佛骆小新中了头彩一般。梦婷亲昵地拉住骆小新的手臂，继续说道：你别怕，我们可以在后面悄悄跟着你，帮你看着点，保护你啊。梦婷的眼睛里闪烁着精灵的光，等到了她那里，确认安全了，我们再出来，她还能把我们赶走不成？到时候我们3个姐妹又能在一起，有吃有喝多好。赵倩也在一旁连连点头附和，对，婷婷说的有道理。他们的话语像是一根救命稻草，轻易地打消了骆小新心中大部分的疑虑。涉世未深的骆小新再次被他们真挚的友情说动了，他深吸一口气，颤抖着手指在对话框里回复：好的，柳如烟学姐，我这就准备一下，请转告樱桃学长，我现在就过去。柳如烟看到骆小新的回复，立刻念给你听。你点了点头，示意柳如烟继续询问：你现在在哪个位置？告诉我具体位置，我指引你路线。骆小新深吸一口气，他最后看了一眼身后的梦婷和赵倩，两人对他露出了鼓励的笑容。小新别怕，我们就在你后面不远处跟着。梦婷对他做了个加油的手势，注意安全，有情况就大声喊我们。赵倩也叮嘱道。骆小新点了点头，转过身，他小脸上满是紧张与不安，鼓起勇气，他迈开脚步，娇小的身影一步步踏入了宿舍楼外那片浓郁翻滚的灰雾之中。此时的骆小新紧紧攥着手机，心怀忐忑地向着男生宿舍方向走去。他堪堪避过脚边狰狞触手的变异矮树，舞蹈声的柔韧与平衡感在此刻发挥了作用。保持匀速，不要停。看到前面那个拐角了吗？快速通过那里。昨天有学生被拖走过。骆小新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不敢发出声音，怕惊动了未知的危险。不远处的灰雾中，梦婷和赵倩的身影若隐若现。尽管他们答应会悄悄跟着，可这雾太浓了，浓到仿佛能吞噬一切声音与光线。哥哥，这个骆小新他如果有危险，你会去救他吗？柳如烟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试探。你瞥了他一眼，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有危险，他就到不了这里，至少现在我不会为他冒险，能到我这里的才是有价值的。柳如烟明白，自己或许也只是他评估后有价值的收藏品之一，自己是第一个，但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很快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一丝淡淡的醋意与危机感在他心底悄然蔓延。小新，太好了，我们终于到了。梦婷的声音带着刻意的惊喜，她和赵倩立刻加快了脚步，几步就赶到了骆小新身边，试图与他并肩。赵倩也喘着气附和：是啊，小新，别愣着了，这一路可真吓死人了，还好有我们跟着你。此时的你早已站在了宿舍大门口，眼神淡漠地扫过门口的3人。樱桃学长，梦婷反应最快，脸上立刻堆起讨好的笑容，伸手就想去拉骆小新的胳膊。我们护送小新过来的，他一个人胆子小，我们做姐妹的总不能看着他一个人冒险啊。你的嘴角勾起一抹机不可察的讥讽弧度。护送？我怎么看着像是一路躲在后面，等他探明了路才敢跟上来捡现成的。赵倩急忙辩解：学长，你误会了，我们也是想找个依靠，这世道太乱了。你的目光从骆小新身上挪开，冷冷地定在梦婷和赵倩脸上。可以 ，C 栋不养闲人，你们2个如果想留下，那就从女仆做起，负责打扫卫生、清洗衣物，所有杂物都归你们。你顿了顿，目光转向因他的话而微微颤抖的骆小新。骆小新，你先进来。梦婷的脸彻底白了，她不敢置信地看着你。赵倩则满脸不甘，声音尖锐起来：学长，我们好歹也是女孩子，怎么能做那些事？能不能？她急切地看向骆小新，带着哭腔：小新，小新，你快帮我们说说话，我们不是好姐妹吗？你仿佛没有看到梦婷和赵倩的事态，继续用平静的语气宣布着他们的待遇：每天负责清理6楼的卫生，包括楼梯和走廊，所有人的脏衣服都归你们手洗，没有我的允许，不准踏入606宿舍半步，做得到就留下，做不到。你的眼神扫向门外那依旧翻滚的灰雾，意思不言而喻。樱桃哥哥的决定就是这里的规矩。此时柳如烟缓缓出来，声音平静，但是带着一丝清冷的威严：在这里听话才有活路。柳如烟眼神冷漠地扫过他们因愤怒、不甘、屈辱而扭曲的脸：你们是自己选的。梦婷和赵倩的表情从震惊转为愤怒，再从愤怒转为绝望的哀求：学长，求求你了，我们知道错了，我们什么都肯做，别让我们做女仆好不好？柳如烟只是静静地看着，仿佛在看2只无关紧要的蝼蚁。门外灰雾中隐约传来不知名怪物的低吼，提醒着他们外界的残酷。最终，梦婷和赵倩所有的不甘与愤怒，都在你的冷酷和柳如烟的无情面前被碾得粉碎。他们咬着牙，屈辱地低下了头。我们愿意。声音细弱文锐，充满了不甘与绝望。你这才微微颔首，示意他们可以进入，但他们被勒令只能暂时待在6楼的空置宿舍，没有他的允许，不准靠近606室。骆小新全程目睹了这一切，
感到一阵阵后怕，同时也涌起一股无比庆幸的情绪，庆幸自己符合了他的要求，被选中，而不是像梦婷他们一样沦为干杂活的女仆。跟我来！你的嘴角噙着一抹暧昧的笑意，这个天真烂漫的舞蹈系小兔子马上就要跳进他的狼窝了，他很期待。饿了吧？你随手拿起几包方便面和几瓶矿泉水后，又取出一只油光锃亮的烤鸭。骆小新的眼睛瞬间就红了，让他再也顾不上任何矜持。他接过烤鸭，几乎是颤抖着送入口中。骆小新风卷残云般吃掉了大半只烤鸭，又塞了几口方便面，胃里终于有了踏实的感觉。去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你平静地开口，里面有水，都是干净的瓶装水。骆小新微微一怔，下意识地抱紧了自己的背包。樱桃学长，骆小新话刚出口，柳如烟适时地打断，声音依旧轻柔，却带着一丝不明的意味。听哥哥的话，小新妹妹，这里的水很充足，不用担心。一阵水声后，骆小新缓缓走出卫生间，下一秒你上前一步，直接将骆小新打横抱起。从今天起，你也是我的女人了。随后你们缓缓走向宿舍的床上，经过漫长的几分钟后，终于再次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检测到宿主与符合标准的女神目标，骆小新已建立深度链接关系，链接成功，每日奖励升级。当前每日奖励10万瓶笑哈哈矿泉水，10万包混合口味百项方便面，10万只刚出炉的烤鸭，10万份2荤1素精品盒饭，1枚异能果实体质强化 LV1，1枚异能果实冰霜领主 LV1。系统机械的提示音，此刻在你听来却如同天籁。新的物资奖励是更加实用的盒饭，这意味着食物的多样性和营养性大大提升。更重要的是，冰霜领主 LV1 异能果实。此时的你有了骆小新协助，又解锁了全新的资源。而另一张床上的柳如烟，刚刚全程都看着你，看着你那种毫不掩饰的满意神情，一股强烈的醋意与危机感油然而生。这个骆小新不仅漂亮，身材也比她有料得多。她意识到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于是柳如烟在你结束战斗之后，主动拿起一条干净的毛巾帮你擦拭起来。随后她又转向蜷缩在床上，带着一丝迷茫与羞怯的骆小新，露出一丝姐姐般温和的微笑。小新妹妹，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骆小新此刻的感觉无比复杂，身体的疲惫让他感到自己与这个强大的男人之间建立了一种无法割裂的联系。尽管内心深处依旧残留着恐惧与不安，但对安全和食物的极度渴望让他最终选择了顺从。你从空间中取出了那枚新获得的冰霜领主异能果实，毫不犹豫地将其吞下。一股冰凉清爽的气息瞬间在他体内流转扩散，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一股全新的力量在腹中升起。你嘴角露出一抹满意的笑容，随手拿起身边桌上的一瓶未开封的矿泉水，心念微动。下一秒，令人惊奇的一幕发生了，那瓶液态的矿泉水在他手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凝结，短短1秒钟内就变成了一块晶莹剔透的坚冰。你的眼中闪过一丝金光，这冰霜领主的能力果然强大。骆小新成为了他的第2个女神，新的力量与更丰厚的物资已经到账。接下来的几天再也没有一个女神出现，仅依靠大学这一个地方筛选女神的效率太低了，他需要将自己的影响力扩散到更广阔的区域。他需要更多像柳如烟和骆小新这样符合女神标准的女人，来为他带来更强的异能和更丰富的奖励。他的目光投向了窗外那片无尽的灰雾。如烟，小新，你开口，你们想办法将我招募女生的信息扩散到大学城的其他学院，甚至周边的区域。柳如烟心思玲珑，立刻明白了你的意图。哥哥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骆小新虽然还有些懵懂，但也乖巧的点头。我会努力的。樱桃学长，去把周鹏叫上来。周鹏是你展现绝对力量后第一个表示臣服的男生，他体格尚可，而且表现出了足够的忠诚和畏惧。很快，周鹏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跟着梦婷来到了606宿舍门口。周鹏走进宿舍，看到了地上成箱堆积的方便面和水，以及床边的柳如烟和骆小新手中的盒饭。他眼中闪过一丝震惊和贪婪，但很快就被恐惧和顺从压了下去。樱桃老大，他结结巴巴的开口，你没有废话，指了指地上的物资，这些我这里有很多，现在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周鹏立刻挺直了腰板，您说，我一定办到。我要你离开这里，去大学城的其他宿舍楼、教学楼，把招募女生这个消息散播出去，同时打探一下外面的情况，尤其是其他幸存者聚集点的情报。周鹏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你不用现在就答应，你似乎看穿了他的恐惧。如果你成功了，回到这里，你将得到足够的食物和水，得到绝对的安全庇护。甚至你瞥了一眼旁边的梦婷和赵倩，周鹏猛地抬起头，他的眼中闪烁着狂热的光芒。我愿意。周鹏几乎是喊了出来，声音因为激动而沙哑。你满意的点头，从地上拿起几包方便面、2瓶矿泉水以及那根金属棒球棍，这些给你路上用。你递给周鹏一张纸条，纸条上用简洁的文字写着招募信息，提供庇护、食物、水，仅限女性，需照片审核。把这个信息扩散出去，注意安全，能去的地方都去，顺便打探一下其他地方的情况，记住活下来，把消息带回来。周鹏双手颤抖地接过纸条和物资，那张纸条在他眼中仿佛不是简单的文字，而是通往天堂的钥匙。他深深地看了你一眼，眼中充满了敬畏。是，老大，我一定完成任务。他转身，脚步坚定地走出宿舍门。此时的图书馆内，几个女生蜷缩在书架角落，身体不受控制的颤抖，虚弱感如同潮水淹没了她们最后一丝力气。食物已经在今天彻底告罄。林夕看着这一切，他想起了那条信息，那个叫樱桃的男人，那些充满屈辱意味的条件，曾让他感到极度的厌恶与愤怒。可现在那是唯一明确拥有物资的线索。他悄悄拿出自己的手机，最终他颤抖着指尖选
选择了一张末世前拍摄的照片发送了过去。此时的你正靠在床头，享受着骆小新的按摩，手机提示音响起，你随意的拿起手机，点开新的消息，一张照片瞬间占据了整个屏幕。叮，扫描完成，检测到目标个体，符合女神判定标准。姓名林夕，年龄18岁，职业大学生，文学系，颜值89，身材81，妇德 S+，活泼开朗，纯真善良，尚未经历感情，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评价：目标颜值和身材评分超过80分，符合女神标准。链接后可获得每日10万单位固定物资奖励，并每日可获得1枚异能果实。又一个 S+ 级女神。她瞥了一眼身旁柳如烟，一旁的柳如烟看到两人的动作，立刻会意。她柔顺的点头，拿起你的手机，纤细的手指在屏幕上轻点。她熟练的按照你的惯例发送了标准回复：自己来男生宿舍 C 栋606图书馆。林夕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手机屏幕亮起。当看到你的回复时，她反而松了一口气，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她的小脸上露出一丝狡黠，手指飞快的在屏幕上敲击着。樱桃学长，我知道您的规矩，只是图书馆周围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可不少呢，而且离 C 栋那么远，我一个小女生恐怕还没走到一半，就香消玉殒变成小点心了。您总不至于想要一具冷冰冰的尸体吧？那多没意思呀，对不对？字里行间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娇嗔与暗示，既点明了现实的困境，也巧妙地撩拨着对方的潜在欲望。更重要的是，他暗示了自己活着的价值。你看到林夕的回复，眼中闪过一丝玩味的笑意，有点意思。这个女孩比他想象的要聪明一些，并非那种只知道哭哭啼啼的无用花瓶。就在今天早上，你刚刚服用了系统奖励的2枚异能果实，如今你的体质强化已经达到了 LV3 级别，体质再次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放弃这样一个 S+ 级的极品女神，实在有些不甘心。LV3 的体质强化，加上 LV1 的冰霜领主异能，给了你更强的底气。权衡利弊之下，你决定为这个林夕破例一次。随即让柳如烟再次回复，说说你那里的具体情况，周围有什么怪物，有多少人，都需要什么。林夕看到这条回复，紧绷的心弦略微放松，他不敢怠慢，立刻详细描述起来。我们这里大概有15个人，都躲在图书馆3楼，外面有类似狗一样的变异生物，还有放大几百倍的虫子，拥有腐蚀性。柳如烟将林夕的话一字不差的转述给你，你静静的听着。图书馆距离男生宿舍 C 栋直线距离不算太远，但中间隔着艺术楼和一个小花园，地形颇为复杂。变异犬、腐蚀性甲虫，这些信息让他对那边的危险程度有了初步判断。直接派周鹏那样的普通手下去接应，无异于送死，成功率极低。他自己去，虽然体质强化到了 LV3，还有 LV1 的冰霜领主异能，但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你在脑海中快速盘算着，需要有一个万全之策。此时的艺术教学楼，苏雅老师正在给几人分发仅有的饼干，省着点吃。苏雅的声音轻柔，却带着一丝镇定，我们一定能等到救援的。此时的一个学生终于忍不住开口，苏雅老师，我听说 C 栋那个樱桃，据说他那边有充足的食物吃，还有干净的水，他还专门招女生。他的眼中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向往，又夹杂着深深的恐惧。其他10几个学生也开始低声议论起来。关于 C 栋樱桃的传闻早已在幸存者之间悄然流传，传说他拥有堆积如山的物资，传说他能提供绝对的安全庇护，但也传说他的条件苛刻到屈辱，只接收年轻漂亮的女生。苏雅秀丽的眉头微微蹙起，她清冷的目光扫过众人。樱桃的条件你们也都听说了，用女生的尊严去换取食物，甚至可能要付出更多，这种事情我做不到，我也希望你们能坚持住自己的底线。他顿了顿，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厌恶。苏雅对樱桃的传闻从心底感到不适与强烈的反感，她宁愿带着这些信任她的学生，凭借自己的力量艰难的独立坚持下去，等待那渺茫的救援。可是现在食物已经所剩无几，再这样下去可能真的撑不到救援了。饥饿与绝望无声无息地侵蚀着每一个人的心。此时突然传来一阵杂乱而沉重的脚步声，紧接着是几声粗鲁不堪的叫骂。他妈的，这破楼里还有活人吗？搜仔细点，说不定能找到些吃的，或者黑黑艺术楼平时女生多，都不能放我。那些声音越来越近，带着毫不掩饰的恶意与贪婪，清晰地传入了房内每个人的耳中。另一边，周鹏的脚步带着明显的虚浮，一路艰难地走回了 C 栋，忐忑不安。他来到了熟悉的606宿舍门外，轻轻敲响了那扇紧闭的门。柳如烟那张绝美的脸庞出现在眼前，眼中带着一丝警惕和高傲。柳如烟回头看到你点头，看了周鹏一眼，没有说话，只是侧开身让他进入。回来了，你的声音波澜不惊。周鹏立刻站直身体，尽管双腿还在打颤，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声音，使其听起来不那么沙哑。老大，我回来了，都打听清楚了。你微微抬眼，目光落在周鹏身上。清楚了，清楚了。周鹏连连点头，急切地开始汇报。我先去了周围几栋楼，教学楼、宿舍楼，还有行政楼那边。他报告着大致的位置和人数，语气带着小心翼翼。活下来的人不少，大部分都躲在里面，物资很缺，都快撑不住了。我按照您的吩咐，把消息都放出去了。很多人不信，觉得是骗局，但也有不少女生问了很多问题。你只是微微点头，示意他继续。我还打听了一些其他情况，艺术楼那边情况有点特殊。周鹏说到这里，眼神闪烁了一下，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兴奋。那里还有不少活人，主要都是艺术系的女生。他停顿了一下，吞了口唾沫。而且听说学校里最有名的那个美女老师苏雅也在那里。听到苏雅这个名字，你的眼神微不可察地波动了一下。末世前苏雅可是学校出名的女神，男朋友更是京城出门的高富帅，他们感情极好，两人出入的都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高档场所。现在你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苏雅的颜值和身材绝对符合系统对女神的要求。至于品德，她有这样一个顶级高富帅的男朋友，感情又好的情况下，能
能不能达到 S 级？你心中难免疑惑。不过就算达不到 S 级，只要不太离谱，比如是 A 级或者 B 级，他也完全可以接受。毕竟苏雅这样顶级的美女老师有男朋友，这不是太正常的了吗？此时的翠湖高档别墅区客厅里，苏雅的高富帅男友李明轩此刻正烦躁地坐在沙发上。末世降临初期，凭借着别墅里储备的充足物资，他和身边2个末世前傍上他的小网红过了一段纸醉金迷的日子。但现在储备的物资也快见底了，他曾经以为凭借家里的势力，凭借他父亲的关系，就算末世来了，他也能安然无恙，甚至可以很快前往京城的避难所。但现实给了他狠狠一击，通讯中断，交通瘫痪，他被困在了这里。父亲虽然在京城避难所，却也提供了一些实质性的帮助，说是军方的救援很快到来，让他再坚持几天。他焦躁地拿起手机，一次又一次地拨打着一个烂熟于心的号码。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机械的女声一次次传来，像是一记记闷锤敲打在他的心头。苏雅，他的苏雅，他现在怎么样了？安全吗？有吃的吗？脑海中不断闪现出苏雅清丽脱俗的身影，与身边这2个庸脂俗粉完全不同。曾经唾手可得的一切正在崩塌，曾经不屑一顾的普通生活，此刻却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C 栋606宿舍，你听完了周鹏的汇报，脸上没有太多表情波动，干得不错，他评价道。周鹏听到这句话，紧绷的身体放松了一些，眼中闪过一丝期待。你随手一挥，桌面上凭空出现了几个散发着热气的餐盒，旁边还有几包崭新的方便面和几瓶矿泉水，空间异能的侧面展现，悄无声息却震撼人心。这是奖励，你淡淡的说。周鹏的眼睛瞬间瞪大，难以置信的看着那些食物，热腾腾的盒饭，在末世里，这简直是比黄金还珍贵的奢侈品。谢谢老大，他激动的语无伦次，眼眶都红了。你看着周鹏狼吞虎咽的样子，心中满意地点了点头。恩威并施，收买人心，这是最基本的手段。他开始盘算，艺术楼的苏雅团队，图书馆的灵犀团队，2者距离都不算远，与其分开行动，不如一次性解决。反正都要出门，顺路去艺术楼拜访一下苏雅老师，再前往图书馆寻找灵犀，一次行动解决2个目标，效率最大化。第2天清晨，目的地图书馆，不过路线会经过艺术楼。就在这时，周鹏往前一步，脸上带着急切与讨好。老大，我也想跟你一起去。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发颤。我对学校的路熟，也能打，绝对不拖后腿。他渴望抓住这个机会，在你面前证明自己的价值，巩固自己刚刚获得的地位。你看了周鹏一眼，见他眼中满是渴望与忠诚，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后2人身影很快消失在浓雾里。艺术楼外，10几个男生，个个面带凶相，眼神中闪烁着饥饿与原始的欲望。里面的人给老子听着，赶紧开门，把吃的喝的都给老子交出来。艺术楼内原本就因饥饿与恐惧而紧绷的神经，瞬间被这突如其来的暴力彻底撕裂。琴房内的学生们早已吓得面无人色，瑟瑟发抖的挤作一团。开门，苏雅，我知道你在里面。苏雅强迫自己保持镇定，她白皙的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但眼神却异常坚定。她清冷的声音努力压制着颤抖，指挥同学将桌子椅子都搬过来堵住门，门板剧烈震动，木屑飞溅。终于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大门如同被巨兽撕裂的纸片，轰然向内倒塌。几人一步步逼近，巨大的身影带来了强烈的压迫感。苏雅老师，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落到我手里了，放开我！苏雅拼命挣扎，但2人之间悬殊的力量差距，让她的一切反抗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她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喊，声音因极度的屈辱而扭曲，绝望如同潮水，瞬间淹没了苏雅。够了！这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威严，清晰地传入了每个人的耳中。只见你带着周鹏，不知何时已经站在那里。此时你没有理会王超星的污言秽语，只因女神链接系统在看到苏雅的瞬间，就已经自动开始扫描。扫描完成，检测到目标个体，符合女神判定标准。姓名：苏雅，年龄27岁，职业：音乐教师，颜值93，身材90，妇德 S， 有一个男朋友，恪守妇德。评价：目标颜值和身材评分超过80分，符合女神标准。链接后可获得每日10万单位固定物资奖励，并每日可获得1枚异能果实。系统的提示音在你脑海中响起，却丝毫没有冲淡你此刻眼中的含义。确认了苏雅的价值，你的目光从苏雅身上移开，缓缓落在了王超星那张因欲望和暴力而扭曲的脸上。体质强化 LV3 的力量与速度瞬间爆发，身影快到只剩下一道模糊的残影。砰！一声肉体的碰撞声，王超星只觉得一股沛然莫遇的巨力撞在自己手臂上，双臂瞬间传来骨裂般的剧痛。王超星心中骇然，他引以为傲的力量，在这个看似并不起眼的青年面前，竟然完全落入了下风。与此同时，一股森然的寒气以你为中心骤然扩散开来。咔嚓！王超星只觉得一股刺骨的寒意侵入关节，不过眨眼之间，王超星那魁梧的身躯都被彻底封在了一块巨大的冰块之中。你仿佛刚刚只是碾死了一只碍眼的虫子，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连呼吸都没有丝毫紊乱。苏雅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如同冰霜魔神降世般的男人。此时的你一步步走向苏雅，苏雅强忍着屈辱与恐惧，你想怎么样？我们来玩个游戏怎么样？你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苏雅耳中。随后周鹏立刻心领神会，取出了10几包崭新的方便面和10几瓶未开封的矿泉水。你环视着那些学生，语气中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嘲讽。苏老师，门就在那里，看看你的学生们是选择让你有尊严地走出去，还是选择填饱他们自己的肚子？是啊，苏老师，求求你了，苏老师，你就牺牲一下，救救大家吧，我们真的不想死啊，我们都会感激你的。此时身后的同学一个接一个的劝说起来，你们，他颤抖着嘴唇，声音破碎而绝望，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学生们的劝说声浪潮般汹涌，一波高过一波，从最初带着一丝
丝犹豫的劝说，骤然转变成了毫不掩饰的施压。你欣赏着这场人性的戏剧，门就在那里。苏老师，看看你能不能走出去。这轻描淡写的话语，却像一道惊雷劈在苏雅心头。苏雅深吸一口气，奋力冲向那扇代表着尊严的大门。苏老师，你不能走！几道身影闪电般的扑了上来，几个女生尖叫着从后面冲了出来，死死地抓住了苏雅的胳膊。苏老师，看到了吗？这就是你拼死守护的人性。现在你还要坚持吗？苏雅趴在地上，双肩剧烈的颤抖，压抑的呜咽声从喉咙深处溢出，彻底击溃了她最后一道防线。你看着苏雅，我可没太多时间陪你耗下去，我还要去找另一个很重要的人。苏雅屈辱地闭上了双眼，她微微点了点头，那细微的动作仿佛耗尽了她全身的力气。见她点头，没有任何怜悯，上前一步，伸出手，粗暴地捏住了苏雅精致的下巴。记住，从今天起，你苏雅是我樱桃的女人。随后抱着苏雅径直走进了空房间。3分钟后，系统的提示音在她脑海中响起，如同对这一切的见证。检测到宿主与符合标准的女神目标，苏雅已建立深度链接关系，链接成功，每日奖励升级，每日奖励发放中，每日奖励已到账，请宿主查收。当前每日奖励10万瓶笑哈哈矿泉水，10万包混合口味百项方便面，10万只刚出炉的精灵烤鸭，10万份2荤1素精品盒饭，10万把科尔特 M1911配蛋7+1，一枚异能果实体质强化 LV1，一枚异能果实冰霜领主 LV1，一枚异能果实空间瞬移 LV1。此时你脑海中想着新获得的奖励，空间瞬移，可在视线所及、精神感知或者曾经到过的10米范围内进行无视空间的瞬间移动，每次使用消耗一定体力和精神力，这简直是神迹！你的实力又将迎来一次质的飞跃。随后你接取出空间瞬移的异能果实一口吃掉，又看了看边上的苏雅，放心，苏老师，跟着我，你会有尊严的活下去。接下来就要去迎接另一个女神。图书馆外围几只体型堪比野狼的变异犬在图书馆外围游荡，你眼神冰冷，小心翼翼地接近图书馆，手中的科尔特 M1911已经上膛，砰砰，清脆的枪声在校园中显得格外突兀。两头试图扑来的变异犬头哀嚎着倒地，其余几只低阶怪物似乎被枪声惊吓，迟疑着不敢上前。你没有理会他们，发动冰霜领主 LV2 的能力，几道锋利的冰锥凭空形成，直接射向怪物，轻松解决掉外围的麻烦。你深吸一口气，缓缓走进图书馆。此时的图书馆已经没有任何活着的生物，你心中默念，锁定2楼楼梯口，身体瞬间消失，又在2楼出现，开始快速而彻底的搜寻整个图书馆。此时的林夕已经被一群虫子围在了天台边上，面对虫子的缓缓逼近，他脚下一滑，林夕的身体失去了平衡，向后仰倒，坠向那深不见底的浓雾。然而预想中骨骼碎裂的剧痛并未完全降临，他勉强睁开一丝眼缝，只能隐约辨认出自己似乎落入了一个花坛，一颗诡异紫红色的果实在花坛里格外扎眼。强烈的求生欲望使得他没有丝毫犹豫，用尽全身力气将那枚紫红色的果实放入嘴中。紧接着，头部传来一阵难以忍受的剧痛，像是无数根钢针同时刺入，又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他的脑海中疯狂撕裂，然后又野蛮的重塑。当那股撕裂感退去后，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妙的感知取而代之。他明明紧闭着双眼，但周围的一切却无比清晰地呈现在他的视野之中，一切都像立体投影般浮现在他的意识中。精神感知 LV3，一道明雾如同闪电般划过他的脑海，他瞬间理解了这种突如其来的感知能力，它能让他在浓密的灰雾中，如同拥有了另一双眼睛，清晰地看到一定范围内的生命体和环境信息，无视物理障碍。靠着精神感知，他扫描着周围直径数百米内的一切，他迫切需要一个安全的地点休整寻找补给。就在精神力和体力即将双双透支的边缘，他幸运地捕捉到了一栋相对干净的建筑，凭借着最后的力气，狼狈地进去。此时距离大学数十公里外，座巨大的地下避难所悄然运转着。报告指挥官 ，A4 区域的感知系异能者捕捉到异常高频波动，源头指向大学城方向，是什么类型的能量波动？初步分析包含多种复杂的生物能反应，以及一些我们尚未完全解析的能量类型，强度很高，远超低阶变异生物活动范畴。根据最新回收的侦察无人机影像碎片，大学城内部怪物种类繁多，等级提升迅速，我们怀疑出现了高阶变异体以及高纯度能量源。高阶变异体少将陈莹。此时的林夕尝试着进一步熟悉自己的精神感知，他惊喜地发现，随着精神力的缓慢恢复和对异能的掌控加深，他的感知似乎变得更加敏锐细腻。除了能看到物体和生命体，他似乎还能模糊地感知到一些情绪印记，比如林夕能感受到公寓楼外不远处一只变异犬强烈的恶意。此时的军方上尉拿着刚刚大学城方向出现剧烈能量波动的那份模糊报告，片刻后命令集结第一侦察小队，由我亲自带队，目标大学城区域，任务搜寻幸存者，特别是觉醒的异能者。樱桃在图书馆一无所获后，心中的焦躁感愈发强烈，他沿着图书馆外围，根据可能的逃生方向，将搜索范围逐步扩大。就在他穿过一条满是狼藉的小巷时，樱桃的脚步猛然一顿，他那远超常人的听觉捕捉到了一阵极轻微却极有规律的脚步声，以及装备摩擦的细碎声响。那绝非普通幸存者或变异生物能发出的声音，更像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樱桃的瞳孔微微一缩，他没有丝毫犹豫，心念一动，空间瞬移发动，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下一刻，他已经出现在数十米外一栋3层小楼的楼顶，一支约莫10人左右的小队轮廓逐渐清晰。更让樱桃在意的是，他从其中至少2、3人身上感受到了与众不同的能量波动。那波动虽然不似他自身这般强大，却也清晰
可辨，显然队伍中存在异能者。与此同时，走在队伍前端负责侦测的年轻士兵王斌猛地停下了脚步，脸色骤变。队长，前方有情况。他是一名生命探测 LV2 的异能者，能够感知到一定范围内的生命体能量强度。怎么了，王斌？发现变异生物了。王斌咽了口唾沫道：不是普通的变异生物，我感知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生命能量源，信号很不稳定，移动速度极快，强度远超我们之前遭遇的任何低阶变异体。就在我们刚才经过的那片区域，但现在好像消失了。消失了？陈刚眉头紧锁，立刻下令全队警戒，保持战斗队形，缓慢后撤，重新搜索刚才的区域。你心念一动，空间瞬移再次发动，几个闪烁就回到了艺术教学楼。周鹏立刻到楼下集合。周鹏微微一愣，随即反应过来，老大，我们这是要回宿舍？没错，艺术楼这边的事情处理的差不多了，该回我们的老巢了。此时的林夕凭借着末世前的记忆，结合此刻精神感知 LV3 提供的实时地图，艰难的穿行。不知过了多久，男生宿舍 C 栋渐渐清晰，精神感知 LV3 锁定 C 栋，看到楼内有许多人，大部分都是男人，但也有几个女人。精神感知 LV3 再次扫过整栋楼，林渊不在。林夕的心沉了一下，难道他出去了？还是林夕猜测林渊或许是去接他了，或者有其他事情耽搁。无论如何，他需要食物和水，也需要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落脚。他决定先去6楼看看，如果能先一步接触到林渊身边的人，或许能获得一些信息。林夕更加小心，他一步步登上6楼。606宿舍，精神感知 LV3 清晰的看到门内有2名年轻女孩，房间里大量的方便面箱子堆在角落，瓶装矿泉水也码放整齐。就是这里，林夕定了定神，抬手轻轻敲响了房门，咚咚咚。此时的宿舍内，柳如烟带着警惕的喊道：谁？林夕清了清嗓子，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我找樱桃学长。门内沉默了几秒之后，柳如烟缓缓地走了出去，她上下打量着林夕，目光锐利。林夕迎着柳如烟审视的目光，脸上挤出一丝尽量无害的笑容，开口说道：我叫林夕，樱桃学长让我直接过来。骆小新的大眼睛眨了眨，看看林夕有些惊讶。柳如烟警惕地看着林夕，樱桃哥哥呢？柳如烟的声音轻了，如同初冬的薄冰，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锐利。他没和你一起回来。樱桃学长是去图书馆那边找的我，他说那边还有一些幸存者的事情需要处理，让我先回来等他。这话半真半假，却恰好对上了柳如烟掌握的部分信息。柳如烟的眉头机不可察地松动了那么一丝，但眼底的审视并未减少。樱桃去图书馆救林夕，他是知道的，只是他从未提过会让林夕独自先回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微妙的僵持。如烟姐，骆小星怯生生的声音从柳如烟身后传来。樱桃学长他之前确实是说过去图书馆那边找他的。他顿了顿，目光落在林夕有些狼狈的模样上，声音更低了，而且他好像受伤了。柳如烟当然知道樱桃是为了这个林夕才冒险出去的。沉吟片刻，先进来吧。他的语气依旧平淡，却带着一种不容置喙的女主人意味。具体的事情等樱桃哥哥回来再说。林夕走进房间，柳如烟拿起一瓶没开封的矿泉水递给林夕，喝点水吧。谢谢。林夕坦然接过，轻声道谢，喝水的动作也尽量显得自然平静。你一个人是怎么过来的？据我所知，从图书馆到这里路可不太平，以樱桃哥哥的性子，他既然去了，应该不会让你一个人冒险才对。这问题像一把温柔的刀子，直指林夕之前话语中的模糊之处。林夕心中冷笑，这个柳如烟果然不好对付。他的精神感知 LV3 捕捉到柳如烟问话时情绪中那一丝不易察觉的优越感，以及更深层的试探。路上确实遇到了一些麻烦，樱桃学长很强大，他解决掉了大部分变异生物，然后指引我沿着他清理出的安全路线先回来休整。他说他确保了路上的安全。这个解释将樱桃的强大与细心都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出来，也合理化了他独自前来的事实。柳如烟没有立刻接话，他端详着林夕，似乎在判断他话语的真伪。那樱桃哥哥有没有跟你提过他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柳如烟换了个话题，嘴角勾起一抹似有若无的弧度，这才是真正的陷阱。林夕抬起眼，迎上柳如烟的目光，我只知道他让我来这里等他，其他的等他回来自然会安排的。突然，林夕的身体猛地一颤，他的精神感知 LV3 捕捉到一股股数量庞大、充满了暴虐与贪婪的恶意信号，正从大学西区的方向如同汹涌的潮水般直指 C 栋。有3股信号尤为强烈，显然是异能者，不好，有危险。他急促地看向柳如烟和骆小星，声音带着一丝颤抖。柳如烟和骆小星被林夕突如其来的警告吓了一跳。林夕，你说什么？柳如烟停下手中的动作，蹙眉看向林夕，眼神中带着一丝怀疑。你怎么知道？骆小星也瞪大了眼睛。林夕妹妹，你是不是感觉错了？是真的。林夕语气急切，带着不容置疑的肯定。我有异能，我的异能是精神感知，能感知到周围的生命信号和他们的情绪，我能清晰地看到他们充满了攻击性和贪婪。柳如烟的脸色也变得惨白，她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宿舍内的空气瞬间凝固。樱桃哥哥他还没回来。柳如烟颤抖着手，一遍遍尝试拨打樱桃的电话，机械的无法接通提示音，如同丧钟般敲击着他的心脏。通讯彻底中断了。此时的 C 栋之外，几人脸上挂着扭曲的狞笑，眼神中充满了病态的占有欲。为首的陈安基清了清嗓子，里面的人听着，识相的乖乖把门打开，献出你们所有的物资，还有你们自己。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戏谑与残暴，否则老子今天就踏平 C 栋，让你们一个个都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此时的几人对着大门狂风暴雨般的攻击，柳如烟与骆小星脸色煞白如纸，紧紧相拥在一起，瑟瑟发抖。如烟姐，樱桃哥哥会回来吗？骆小星充满了绝望。林夕强迫自己从极度的恐惧中剥离出一丝冷静，他的精神感知 LV3 毫无保留地铺开，仔细观察着楼下那3个异能者，他必须弄清楚对
对方异能者的能力，只有这样才可能找到一丝微弱的生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猛然从楼下传来，是张大彪，他那蛮雄之力 LV2 的异能完全爆发，大门瞬间被轰得变形撕裂。他在拆楼，骆小星惊恐地尖叫起来，林夕的脸色愈发苍白。嘿嘿嘿，6楼到了，那个叫樱桃的小子不在，不过柳如烟就在这个房间吧？听说好有几个极品，樱桃那小子真是会享受啊！就在张大彪咆哮着准备扑入宿舍，一道修长挺拔的身影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楼道，是樱桃，她回来了。此刻的樱桃周身萦绕着肉眼可见的森白寒气，樱桃目光平静地扫过他们，你们吓到我的女人了。她的声音不高，甚至有些低沉，却像裹挟着寒流，钻入每一个暴徒的骨髓。话音未落，科尔特 M1911 手枪凭空出现，精准无误地分别投向门内已然呆滞的柳如烟、骆小星和林夕。柳如烟下意识地握紧枪柄，泪水不受控制地涌出眼眶，这一次却是狂喜的泪。你声音再次响起，不带一丝波澜，开枪。陈安基最先从林渊登场的震撼中反应过来，他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与决绝，他不敢怠慢，精神控制 LV2 的异能瞬间催动到极致，无形的精神力如同一根毒刺，狠狠扎向樱桃的脑海。他要优先控制住这个最可怕的变数。然而，就在他精神力触及樱桃的刹那，樱桃的身影突兀地从原地消失，空间瞬移 LV1 发动，下一瞬，樱桃鬼魅般出现在陈安基面前不足半米之处。科尔特 M1911 枪口已经死死抵住了陈安基的眉心，虽然精神控制未能完全奏效，但那股冲击还是让樱桃的精神出现了1秒钟的恍惚，动作因此产生了一些迟滞。就是这微乎其微的停顿，让陈安基在死亡降临的瞬间极限偏头。砰！枪声炸响，子弹擦着陈安基的太阳穴飞过，他狼狈地跌退数步，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真切的恐惧。张大彪见陈安基受挫，蛮雄之力 LV2 毫无保留的爆发，不顾一切地撞向林渊。樱桃反手一记手刀，带着刺骨的寒意，精准无比地劈砍在张大彪防御薄弱的肋下。张大彪庞大的身躯猛地一震，如遭雷击。陈安基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别杀我，樱桃大人，樱桃爷爷，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一步步走到他面前，手中的科尔特 M1911 枪口缓缓抬起，动我的人就该有死的觉悟。下一秒，楼道便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随后你缓缓走进宿舍，你的目光落在了林夕那张略显苍白的俏脸上。他缓缓抬起头，主动从柳如烟和骆小星身后走出。樱桃学长，您打算怎么处置我？你是个聪明的女人，知道该怎么选才能活得更好。林夕闻言，身体微微一颤，我明白了。林夕的声音很轻。3分钟后，你脑海中响起了熟悉的系统提示音，检测到宿主与符合标准的女神目标林夕，已建立深度链接关系，链接成功，每日奖励升级，每日奖励发放中，每日奖励已到账，请宿主查收。当前每日奖励10万瓶笑哈哈矿泉水，10万包混合口味百项方便面，10万只刚出炉的精灵烤鸭，10万份2荤1素精品盒饭，10万把科尔特 M1911，10万箱常用抗生素，1枚异能果实体质强化 LV1，1枚异能果实冰霜领主 LV1，1枚异能果实空间瞬移 LV1，1枚异能果实精神冲击 LV1。你的眼中闪过一丝狂喜，精神冲击异能，这正是他目前最需要的能力之一。随后毫不犹豫地将其吞下。此刻的林夕身体下意识地瑟缩了一下，你的声音带着一丝戏谑，感觉怎么样？林夕的脸颊瞬间涨得通红，我很好，学长，很好，你的精神感知能力很强大。从今天开始，你负责 C 栋的警戒工作，任何异常都要第一时间向我汇报。林夕恭顺地点头，明白了。林夕妹妹，感觉怎么样？柳如烟声音温柔甜美，林夕敏锐地察觉到了柳如烟的敌意，但她并没有针锋相对。谢谢你的关心，如烟姐。骆小星则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他看看林夕，又看看柳如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苏雅依旧沉默，只是静静地坐在角落里。你看着这一幕，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笑容。女人之间的这种微妙竞争，只要不影响到她的统治，她并不介意。从明天开始，你们4个每天抽出2个小时练习枪法。这话让4个女人都愣了一下。柳如烟率先开口，哥哥，你是担心我们的安全吗？不仅仅是安全问题。你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这个末世只会越来越危险，我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在你们身边，你们必须学会保护自己，也要学会在关键时刻帮助我。骆小星怯生生地举手，可是我们都没有异能，异能不是唯一的力量，而且以后你们也会有的。第2天清晨，林夕按照樱桃的要求，开始进行例行的精神感知警戒。他闭上眼睛，精神力如同雷达般向四周扩散。C 栋内部一切正常，幸存者们正在各自的房间里休息或者进行简单的活动。但是当他的感知延伸到更远的地方时，脸色突然微微一变。林夕睁开眼睛，眼中闪过一丝惊恐，他立即起身，快步走向还抱着苏雅在熟睡的樱桃。哥哥，他轻拍樱桃的肩膀，声音中带着明显的紧张。有情况。樱桃瞬间清醒，眼中闪过一丝警觉。怎么了？商业街那边，林夕的声音有些颤抖，有恐怖怪物在复苏。樱桃的表情瞬间变得凝重起来。此时的林夕试图捕捉到的模糊却又令人心悸的一种，距离太远，感知很模糊，像是一种巨大的变异植物正在疯狂吞噬整个商业街区域，它的能量正在以一种难以想象的速度向整个大学城扩散。我预计最多2-3天时间，那个恐怖的存在就会抵达我们大学的边缘。你快步走到窗边，远眺商业街方向，随后迅速做出判断，大学城已经不再是安全的避风港，立刻叫醒所有人，我们必须立刻放弃 C 栋，撤离大学。什么？这个决定如同晴天霹雳，瞬间让房间内的气氛
氛凝固，骆小新更是吓得浑身发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又要逃了吗？外面好可怕，我不想离开这里。苏雅也是脸色苍白。柳如烟首先反应过来，她紧紧握住你的手，哥哥，我相信你，我们跟你走。骆小新也擦了擦眼泪，用力点头，长去哪我就去哪。林夕和苏雅也相继表态，他们明白，在这种时候，樱桃的决定就是唯一的生物。樱桃满意的点头，立刻开始下达指令。林夕，你继续用精神感知监控商业街方向的能量动态，有任何异常，第一时间向我汇报。是，哥哥。林夕立刻闭上双眼，精神力高度集中。就在 C 栋内一片混乱，众人手忙脚乱地收拾着行囊时，林夕的脸色突然再次巨变，他猛地睁开眼睛，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急促和恐惧。哥哥，商业街方向的能量波动突然加剧了，非常狂暴，好像有什么东西要过来了，正在向这边弥漫，速度比我预想的要快得多。樱桃脸色一沉，眼中闪过一丝厉色，快，所有人加快速度。此时的柳如烟猛地抬起头，哥哥，我知道一个地方非常适合我们撤离。他的声音不大，却像一道惊雷，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他身上，樱桃的目光也瞬间锁定在他身上。什么地方？柳如烟迎着樱桃探究的目光，一字一句地说道，玉山别墅区，那里地势很高，易守难攻，最重要的是那里应该有我们最需要的东西，独立的水源和发电设备，足以支撑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话语中充满了自信，为众人描绘了一幅希望的画卷。柳如烟的眼神直视樱桃，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因为视野最好的那栋1号别墅。他顿了顿，是我家的，我是柳条集团董事长唯一的女儿。此言一出，整个606宿舍内突然安静下来。骆小新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里写满了不可思议。他做梦也想不到，平时清冷的柳如烟竟然有这样的背景。樱桃听完柳如烟对玉山别墅区的详细描述，包括其可能的物资储备和防御能力后，他的声音如同定海神针般，瞬间稳定了众人的心神。就去别墅去。他转向林夕，目光锐利。林夕，立刻用你的精神感知规划出初步的撤离路线，务必避开所有已知的怪物密集区和高能量反应点。我们必须在那个恐怖的东西完全苏醒之前离开这里，速度要快，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是，哥哥。林夕闻言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刻闭上了双眼。强大的精神感知 LV3 能力毫无保留的全力催动，无形的精神力如同潮水般向着四面八方蔓延开去。片刻之后，林夕睁开眼，带着明显的疲惫，向樱桃汇报道：哥哥，初步的路线已经规划出来了，出发。樱桃没有多余的废话，率先迈步踏入了浓郁的灰雾之中。全球末世降临，一瓶矿泉水价值10亿，所有人却都抢着要，一个面包当彩礼，女神直接求着嫁，只因全球浓雾吞噬，所有动植物都产生变异，所有水和食物都遭到污染。就在所有人都在寻求物资的时候，你却在宿舍拿矿泉水洗澡用，只因你觉醒了无限物资系统，每天拥有10万矿泉水和方便面，并且激活女神链接系统，只要成功链接一位符合系统评分的女神，即可获得一种全新的物资。此时的灵犀的精神感知 LV3 立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快走几步来到樱桃身边，压低了声音：哥哥，前方大概200米有变异犬活动的迹象，数量不少，大约10几只。樱桃微微颔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对周鹏下令，队伍向左前进，保持安静，加速通过。周鹏迅速将命令传达下去，队伍悄无声息地改变了行进方向，成功避开了第一波潜在的小规模遭遇。哥哥，前方路口拐角处有3株变异捕人藤，带有腐蚀性，注意脚下。这片区域地下有变异蚯蚓活动的痕迹，虽然威胁不大，但很麻烦。在灵犀精准无比的预警下，千禧队伍接连避开了好几处小型变异生物的聚集点，以及一些看似平静却暗藏杀机的变异植物区域。队伍中的幸存者们看向灵犀的眼神中，也从最初的疑惑逐渐转为了深深的敬畏与幸福。他们终于明白，樱桃为何会对这个看起来娇弱的女生另眼相看。这种未卜先知般的能力，在末世中简直就是神迹。然而高强度的精神感知对灵犀的精神力和体力消耗是巨大的。就当队伍走到校门口时，不好！一直紧绷着精神的灵犀猛地睁开眼睛，正前方有大量高速移动的目标，能量反应非常密集，是变异鼠群，它们的数量至少有上百只，甚至更多。话音未落，上百只体型堪比家猫，甚至更大的变异鼠朝着幸存者队伍疯狂冲来。樱桃则一步踏出，独自迎向了那汹涌而来的变异鼠群。冰霜领主 LV2 异能轰然发动，冲在最前面的10几只变异鼠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就被这股极致的寒流瞬间吞噬。随后从系统空间中取出2把科尔特 M191，清脆而富有节奏的枪声接连响起，每一颗呼啸而出的子弹都仿佛长了眼睛一般，精准无比的命中那些变异鼠的头部、眼睛等致命要害。精神冲击 LV1 无形释放，直接锁定了鼠群中一只体型明显更为硕大、气息也更为凶悍的头鼠。那只头鼠正疯狂地指挥着鼠群进攻，骤然间大脑如遭重锤，发出一声痛苦的尖叫，身体猛地一僵，短暂地失去了对鼠群的控制。几人手中的科尔特 M191不断地扣动着，战斗持续了大约10分钟。柳如烟、骆小星、苏雅、林夕4女更是完整地目睹了樱桃的整个战斗过程。这是他们末世以来第一次经历如此大规模的迁徙，也是第一次直面如此惨烈而恐怖的受潮。柳如烟看着樱桃的背影，那双美丽的眼眸中异彩连连。哥哥，你没事吧？骆小星早已是泪眼婆娑，他痴痴地望着樱桃挺拔的背影。学长，我以为我们都要死了。苏雅站在一旁，眼神复杂地看着樱桃，樱桃的目光
光投向远方玉山别墅区的方向，灰雾弥漫，前路依旧充满了未知与危险。他深邃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冷冽，这才只是开始。此时林夕的精神感知早已察觉到教室宿舍楼方向持续不断的窥探，他第一时间便向樱桃汇报了那边大致的人数。队伍在樱桃的带领下开始继续前进，这个方向必然路过教室宿舍楼。此时一个男人突然出现在队伍前面，前面的朋友，请等一下，别开枪，我们没有恶意。周鹏立刻警觉起来，科尔特 M1911 的枪口立马对准了他，站住，再靠近一步，格杀勿论，别误会，别误会，各位小心走火。他强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声音带着谄媚，我是这栋楼里的幸存教师，听到这边的动静，特地派我过来交流一下，看看能不能合作。他的眼神却在偷偷地打量着樱桃队伍的武器装备，看到那些崭新的手枪和樱桃身后那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尤其是柳如烟和骆小星那样的角色，眼中贪婪之色更浓。他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我们江校长想邀请各位去我们宿舍楼坐坐，那里相对安全一些，大家可以共商未来。随后话锋一转，带着一丝猥琐的暗示，我们楼里还有不少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和一些女家属，如果各位……樱桃眼神冷漠，如同看着一只嗡嗡作响的苍蝇。通过灵犀的精神感知，你早已洞悉了对方那点肮脏的贪婪与险恶用心，你懒得听他继续废话，直接打断，闭嘴。一股无形的精神冲击瞬间释放，精准的轰击在他的大脑上，他眼前金星乱冒，脸色瞬间惨白如纸，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双腿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起来。不过樱桃没有直接拒绝他们的邀请，反而向前踏出一步，回去告诉你们的江校长。樱桃的声音冰冷刺骨，不带一丝情感，要么交出你们所有的有价值的物资和所有干净的女人，要么我亲自登门做客。他连滚带爬的带着手下逃回了教师宿舍楼，将刚刚的一切添油加醋的向江校长描绘了一遍。当然他也着重强调了樱桃队伍中那大量的物资以及那几个姿色绝顶的年轻女人。江校长听完汇报，脸色阴晴不定，他没有直接动手杀人，说明他不是那种嗜杀成性的人。江校长强自镇定地分析道，更像是在说服自己，他对物资和女人有兴趣，这就好办了，只要我们牺牲一部分，说不定就能换来平安，甚至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好处。他的眼中重新燃起了贪婪的火焰，而程琳的房间就在隔壁，他将卢德的汇报和姜文博那番无耻的密谋听得一清二楚，他的心一点点沉入冰冷的深海。作为一名受学生爱戴的大学老师，可现在他却像一只待宰的羔羊，被姜文博这样的禽兽日夜觊觎，他随时都可能被当做一件礼物献给那些掌握着力量的男人。此时的樱桃示意队伍继续朝着教师宿舍楼的方向前进，心中冷笑，正好顺路去看看那栋楼里有没有女神值得链接。樱桃开始向柳如烟、骆小星、苏雅、林夕四女以及周鹏等人详细交代了接下来的行动计划，将各种可能发生的突发状况以及应对策略都一一说明。教师宿舍楼门口，姜文博脸上竭力挤出虚伪而谄媚的笑容，带着卢德和半推半就的程琳走出了宿舍楼大门。他们一步步朝着樱桃的队伍迎了上去，这表面上像是一场欢迎仪式，实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试探与交易。姜文博带着卢德几人快步迎了上去，他看到樱桃身后那几位风姿绰约、各有千秋的绝色女子，尤其是柳如烟这种末世前就闻名校园的女神。姜文博干涩的喉咙滚动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贪婪与嫉妒，他努力的脸上挤出一丝自认为和善的笑容。这位想必就是樱桃先生吧？我是天海大学的原副校长姜文博。姜文博点头哈腰，声音带着刻意的恭敬，试图用他那早已过时的副校长身份来拉近关系。姜文博，周鹏却是一眼就认出了姜文博这张丑陋的嘴脸，你个老畜生，我认得你，末世前你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仗着副校长的身份，没少占女学生的便宜。周鹏的声音充满了鄙夷与愤怒，直接撕破了姜文博伪善的面具。姜文博似乎还想倚老卖老，用身份和所谓的大局来压人。年轻人不要太气盛，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团结。他的话音未落，砰！一声清脆的枪响突兀的炸裂在空气中，显得格外刺耳。姜文博的额头上一个窟窿骤然出现，吵死了！樱桃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地上的尸体，仿佛碾死了一只蚂蚁般随意。系统的提示音在他脑海中响起，确认了他的女神身份。滴，扫描完成，检测到目标个体符合女神判定标准，姓名程琳，年龄26岁，职业大学教师，颜值86，身材85，品德 F， 有过一个男朋友但已分手。评价：目标颜值和身材评分超过80分，符合女神标准。链接后可获得每日10万单位固定物资奖励，并每日可获得1枚异能果实。樱桃嘴角勾起一抹弧度，他迈开脚步，直接朝着程琳走去。程琳感受到那道赤裸裸的、充满占有欲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身体不由自主的微微颤抖起来。从现在起，你跟着我。樱桃的声音霸道，不带一丝商量的余地，直接宣判了他的归属。我可以跟你走。程琳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一丝颤抖，但是请带上我的闺蜜，她们快饿死了。樱桃对他这小小的附带条件不以为意，甚至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跟我来。程琳沉默地跟在他身后，被带入了一个被迅速清理出来的干净房间，房门被轻轻关上，房间内正在上课。等等，樱桃同学，老师开始给你上课了，那就麻烦程老师了。
经过与程琳老师几分钟课程后，系统的提示音在樱桃脑海中准时响起，检测到宿主与符合标准的女神目标程琳已建立深度链接关系，链接成功。每日奖励升级，每日奖励1枚异能果实念力掌控 LV1，10万桶柴油。樱桃毫不犹豫地取出那枚念力掌控异能果实，直接吞了下去。一股清凉而奇异的精神能量迅速被吸收。念力掌控 LV1 可以运用精神力隔空操控100公斤内的物体，有效距离10米，控制精度与精神力强度相关，距离和重量随等级提升而增加。樱桃缓缓睁开眼睛，感受着脑海中新增的力量，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笑容。与此同时，隔壁房间，苏雅、柳如烟、骆小星和灵犀四女谁都没有睡意，隐约间他们能听到隔壁房间传来的一些细微动静。苏雅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忍不住低声开口，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讽刺。樱桃的兴致还真是不错，这逃命的路上也不忘及时上课。柳如烟的睫毛轻轻颤动了一下，没有说话。骆小星则是一脸茫然与不安，小声地问道：“樱桃学长他好像很喜欢那个程老师啊，他们还在上课。苏老师，你上课吗？”苏雅闻言俏脸一红，灵犀轻轻拍了拍骆小星的手，示意他别说了。第二天，樱桃的队伍已完成整装，新加入的程琳站在柳如烟身后，他的目光时不时落在樱桃身上。昨夜的经历让他对这个男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依恋。骆小星兴奋地说道：“终于要离开这里了，到玉山别墅区应该就安全了吧？”苏雅静静地站在队伍前方，她看着远方浓雾弥漫的校园，心中五味杂陈。你现在的实力比昨天又强了不少，不但新获得了念力掌控 LV1， 在新一轮物资和异能果实刷新后，你的冰霜领主也达到了 LV3级，很好。现在我们……樱桃的话还没说完，队伍最前方的灵犀突然停下脚步，他紧闭双眼，精神感知 LV3全力展开，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哥哥，有情况。灵犀睁开眼睛，语气急促。食堂方向有一队人正在快速靠近，大概15个人，有异能者，而且他顿了顿，眉头紧皱，他们的恶意很强，特别是针对女性的。樱桃眼神一凛，立即示意所有人进入戒备状态。没过多久，一阵杂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一个肥硕如猪的身影，带着10几个手持菜刀、擀面杖、铁勺等各式厨房武器的男人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此人正是这个食堂原来的承包商刘谦。他的目光扫过樱桃队伍中那几位姿容出众的女性，这么多水灵的妞都在这儿啊！他贪婪地舔了舔自己油腻的嘴唇。小兄弟，我是食堂的刘谦，这末世里大家都不容易，你一个人霸占这么多美女，是不是太过分了点？樱桃没有回答，只是冷冷地注视着刘谦。刘谦见樱桃不说话，以为他是被自己的气势震慑住，胆子顿时大了起来。这样吧，你把这几个女人分我几个，我可以让你加入我的队伍。食堂里还有不少好东西。樱桃眼中寒光陡然一闪，一股森白刺骨的寒气，他甚至连手指都未曾动一下，仅仅是一个眼神，咔嚓，刘谦身后的喽啰化作了一尊冰雕。给脸不要脸的东西！刘谦肥胖的身躯猛地一震，一股无形的震荡波以他为中心，骤然向四周扩散开来，随后便向樱桃冲了过去。樱桃嘴角勾起一抹嗜血的冷笑，不自量力，身影瞬间从原地消失。刘谦看到樱桃突然出现，惊恐的想要后退，但已经来不及了。刘谦那双小眼睛里终于被无尽的惊恐所填满，他想要求饶，却发现自己的喉咙被一只无形的手扼住，发不出任何声音。敢打我女人的主意，你该庆幸，死亡是你唯一的解脱。下一秒，刘谦就再也不能喘气了。另一边，行政楼里，赵宇眼中爆发出骇人的金光，他没有异能，每一分力气都来自于对一个叫梁凡的恨意。末世后，梁凡凭借末世后的获得的异能，迅速掌控了这栋楼，随后当着赵宇的面，对赵宇的女友顾荣百般凌辱。复仇的火种在他心中越烧越旺，他要将梁凡碎尸万段。与此同时，樱桃带领的队伍正按照灵犀规划的路线稳步前进。灵犀的表情突然变得凝重起来，他停下脚步。哥哥，前面行政楼好强的怨念。樱桃皱起眉头，具体说说。里面有幸存者，还有一个异能者，他的恶意非常强烈，好像单独针对某个人。樱桃听完灵犀的汇报，眉头微不可察的挑了一下，眼神依旧平静无波。与我们无关，不要节外生枝，抓紧时间，路过而已。灵犀突然停下了脚步，指向墙角下的一团黑影。哥哥，那里有人，正是之前逃出来的赵宇。他身体不住的颤抖。顾荣，我的顾荣，他还在里面，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救救他！赵宇学长。眼尖的骆小星最先认出了地上那滩烂泥般的人影。赵宇听到熟悉的声音，拼命抬起头。当他的目光扫过樱桃身后的柳如烟、骆小星、苏雅和程琳时，赵宇那暗淡的眼睛里猛然爆发出最后一丝光亮。是他们，是那个在大学群里宣布拥有海量物资，只分享给女生的樱桃。求求你，求求你们救救他，我什么都可以给你。赵宇脑中灵光一闪，他想到了自己唯一的筹码。他掏出一部屏幕已经碎裂的不成样子，但似乎还能勉强使用的手机。樱桃哥，这是我姑姑，约莫30岁左右。几乎在同时，系统的提示音在他脑海中响起。扫描完成，检测到目标个体符合女神判定标准，姓名赵雪晴，年龄30岁，职业心理咨询师，颜值89，身材90，品德 S， 评价目标颜值和身材评分超过80分，符合女神标准。链接后可获得每日10万单位固定物资奖励，并每日可获得1枚异能果实。此时的樱桃心中微动 ，S 级的女神值得她出手了。赵宇一直死死盯着樱桃的表情，当他看到樱桃眼神中那一闪而逝的波动时，心中顿时狂喜，他赌对了，这根救命稻草他抓住了。赵宇急忙表态，这是我姑姑赵雪晴，她以前是我们天海市有名的心理咨询师，非常有能力，只要您肯帮我杀了梁凡那个畜生，我愿意把姑姑介绍给您。为了
了报仇，他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柳如烟一直安静地站在樱桃身侧，她敏锐地察觉到樱桃在看到照片后那几乎难以察觉的细微变化。她不动声色地轻轻拉了拉樱桃的衣袖，柔声道：“哥哥，我们不是还要尽快赶去玉山别墅区吗？这里节外生枝的话，恐怕会耽误行程。”樱桃没有说话，目光冰冷地注视着赵宇。一个 S 级的女神，价值确实很高。除了你姑姑，你还能提供什么？梁凡的情报，还有你自己的价值。赵宇闻言，求生的欲望瞬间爆棚，他不敢有丝毫隐瞒，如同竹筒倒豆子一般，将梁凡的异能、手下人数、武器装备以及梁凡的作息规律等关键情报，尽可能详细的全盘托出。梁凡那畜生的异能是速度类型的，具体的我不太清楚，但他速度极快。行政楼里还有其他幸存者，大概30-40人，都被梁凡控制着，其中有些女学生。他一般上午会出去搜集物资，下午和晚上大部分时间都会待在顶楼他霸占的校长办公室。樱桃静静的听着，脸上的表情依旧平静无波。这些情报还算有点用。樱桃这才对赵宇缓缓说道：“暂时跟着队伍，你的情报我会派人核实，如果属实，我会考虑你的请求，但记住，机会只有一次。”柳如烟等几个女人看着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以及队伍中可能又将多一个姐妹的未来，神色各异。林夕的眉头却微微蹙起，她通过精神感知 LV3， 能清晰地感受到赵宇口中那个梁凡身上散发出的暴虐与邪恶气息，那股恶意让她感到很不舒服。樱桃的目光则已经投向了不远处的行政楼方向，眼神深邃，她沉声命令道：“队伍暂时停下休整。”林夕重点感知行政楼方向的动静。林夕点头，闭上眼睛，精神感知 LV3 全力展开。随后在赵宇的指引下，樱桃带着他和周鹏悄无声息地摸到了行政楼的侧面，就是这里。赵宇指着一扇不起眼的门，压低声音道：“这里平时很少有人走，梁凡的主要防御都集中在正门。”樱桃一行人刚刚通过侧门进入行政楼1楼大厅，突然一道模糊的残影带着尖锐的破空声从前方楼梯口闪电般袭来，目标直指樱桃的咽喉，正是梁凡。他依仗着疾风步 LV2 的速度优势，死吧！梁凡狞笑着。此时的梁凡志在必得的一击，如同打在了空处，樱桃的身影骤然消失在原地。梁凡心中一惊，他甚至没看清对方是如何躲开的。下一秒，他猛地转身，却见樱桃好整以暇地出现在他身后数米远的地方。太慢了，就这点速度！樱桃淡淡的声音传来，带着嘲讽。梁凡眼中闪过一丝惊疑，他没想到对方竟然能躲开自己的突袭。他不信邪，再次催动异能，身形化作一道道模糊的影子，从四面八方向樱桃攻去。我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然而每一次势在必得的攻击都被樱桃以毫厘之差轻松避开。有种别躲！梁凡被彻底激怒。如你所愿。话音落下的瞬间，樱桃不再闪避，冰霜领主 LV3 异能骤然爆发，一股极致的森白寒气以樱桃为中心，骤然向四周扩散开来。正高速移动的梁凡只觉得周身的空气瞬间变得粘稠无比，速度骤然锐减。这是什么能力？梁凡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身体变得僵硬，眼中第一次露出了真正的骇然与绝望。樱桃没有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下一刻他已经出现在梁凡的面前， M1911 的枪口死死地抵住了梁凡的额头。梁凡的瞳孔骤然收缩，死亡的阴影瞬间将他笼罩。不要杀我！他想要求饶。一声清脆的枪响，梁凡再也说不出话了。周鹏最先反应过来，眼中闪过一丝兴奋的光芒。樱桃哥威武！随后赵宇疯了一般冲向4楼东侧的档案室。慕容，慕容！此时一个梁凡的手下正在一个气息奄奄的女孩身上颤抖，女孩正是顾荣。那手下不耐烦地回头骂道：“哪个不长眼的？”赵宇已经如同风虎般扑了上去，恶狠狠地一枪送走了他。蓉蓉，蓉蓉，我来了，我来救你了！顾荣缓缓睁开无神的双眼，看到赵宇的脸，嘴角艰难地扯出一丝微笑，却带着无尽的凄凉。对不起。微弱的声音消散在空气中，顾荣的眼睛永远地闭上了，脸上还残留着一丝解脱的笑容。此时距离大学数十公里外的城区，一家名为晴心的私人心理咨询诊所内，一个气质沉静优雅的成熟女性，她正是赵宇的姑姑赵雪晴。赵医生，外面的声音好像越来越近了。一个年轻的护士满脸忧色地说道。赵雪晴温柔地笑了笑，别怕，有我在。但当她转过身时，眼神深处却闪过一丝凝重。此时的柳如烟轻轻依偎在樱桃身边，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哥哥，我们什么时候去玉山别墅区？那里是他的家，是他在这末世中的念想之一。樱桃没有说话，但平静的眼神给了他一丝安慰。柳如烟深吸一口气，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哥哥，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关于我爸爸，关于白云集团。樱桃眉梢微挑，示意他继续。我爸爸的白云集团在天海市几乎无人不知，他是天海市的绝对龙头，涉及地产、科技、金融等许多产业，拥有难以想象的庞大资源，很多秘密的物资仓库，甚至私人武装。樱桃的眸子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金光。柳如烟抬起头，清澈的眼眸直视着樱桃，声音因紧张而有些急促。我知道好几个重要的物资仓库位置，其中就在大学城附近有一个白云集团旗下的小型物资中整仓库。那个仓库虽然不大，但我听爸爸偶然提起过，里面存放的可能是一些价值极高的特殊物资，比如精密仪器或者某些重要的实验材料。樱桃听完柳如烟的讲述，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金光。樱桃拍了拍他的背，然后看向林夕，往那个仓库方向感知一下，看看有什么情况。林夕立刻闭上双眼，精神感知 LV3 全力催动。片刻之后，他睁开眼，秀眉微
微蹙，那个方向的确有一些微弱的生命信号，还有几股不算太强，但也不容忽视的能量波动。看来那个地方也不是完全安全的。樱桃点了点头，既然有惊喜，那就更值得去一趟了。他转向林夕，命令道：“根据你最新的感知，重新规划一下我们前往那个仓库的路线。”林夕认真点头，明白。周鹏，带上人，准备出发。周鹏立刻应声，是。又行进了约莫1个小时，终于抵达了大学城的边缘地带。一座占地颇广的仓库区出现在众人眼前。柳如烟看着那熟悉的地方，美眸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林夕此刻正紧闭着双眼，秀眉微蹙，他那强大的精神感知 LV3如同无形的触手，悄无声息地渗透进前方的仓库内部。片刻后，他睁开眼睛，脸色凝重地转向樱桃，压低了声音：“仓库里面有10几个人，都带着武器，看样子像是武装守卫，其中有2个人身上有异能波动。”林夕顿了顿，声音更低了些，而且他们对我们抱有非常明显的敌意。柳如烟主动向前一步，轻声说道：“哥哥，这是我们白云集团的仓库，他们里面的人或许认识我，他希望能和平解决眼前的局面。”樱桃看了一眼柳如烟那带着一丝恳求与坚定的眼神，算是默许了他的提议。他站在防御工事前，清了清嗓子，声音虽然不大，里面的人请听着，我是白云集团董事长白启明的女儿柳如烟，我希望能和你们的负责人谈一谈，我们没有恶意，